为什么这个月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媒体扬言说中国可能马上就要在台海动手了？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惊讶地发现，中国的石油储备飙升速度已经到了堪称变态的地步。迄今为止，中国石油储备飙升到12亿桶，是美国的3倍，而中国的目标还远远不止于此。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中国如此急于扩充石油储备？中国眼下的石油储备足以帮助中国应对一场中等规模的战争吗？说起中国的石油储备，就不能不提那条扼住中国能源咽喉的海峡——马六甲海峡。这条全长1080公里的狭窄水道，承载着中国超过 80% 的石油进口运输。中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石油进口大国。去年中国原油的总进口量达到 4.57 亿吨，折合每天超过1100万桶。这个数字比沙特阿拉伯一整个国家的日产量还要多，而这些黑色黄金中的绝大部分都要从波斯湾、红海沿岸穿过印度洋，经由马六甲海峡这条石油生命线才能抵达中国。马六甲海峡最窄的地方只有 2.8 公里宽，只要有人动了歪心思，在这里布下2艘军舰，中国的能源供应立刻就会被卡死。美国智库兰德公司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多次推演过封锁马六甲海峡的剧本，模拟如果在台海发生冲突，美国及其盟友如何通过切断中国的海上能源通道来不战而屈人之兵。美国算计得很清楚，中国工业用油占比超过 60%， 一旦石油供应中断，制造业立刻陷入停顿， GDP 增长率会断崖式下跌，社会就业、民生保障都会出现连锁反应。他们以为掐住马六甲海峡就能让中国乖乖就范，但美国人千算万算就是算错了一件事：中国人从来不会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手里。中国从2004年开始启动战略石油储备基地建设，第一期工程选定了浙江镇海、舟山、岱山、山东青岛、黄岛、辽宁大连4个基地，全部位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靠近大型炼油厂，便于应急调配。2006年10月，镇海基地开始注油，标志着中国战略石油储备从无到有实现了历史性跨越。20年过去了，中国的石油储备体系已经从最初的几千万桶发展到今天的12亿至13亿桶，储存能力从14亿桶扩容到超过20亿桶，这个增长速度和建设规模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前所未有的。以中国目前12亿桶石油的储备水平，按照每天消耗1520万桶的速度计算，12亿桶大约可以支撑80到90天，足以帮助中国支撑一段难熬的石油寒冬。可是，这些成天想卡中国脖子的西方国家，真的会坐看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吗？中国储备石油规模达到12亿桶的消息传出海外后， BBC 等西方媒体就开足马力，说中国疯狂囤油，别有用心。言下之意是中国在浪费钱，甚至打算军事冒险。可事实果真如此吗？2025年全年，国际油价整体低位运行，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从年初的约82美元一路下滑，11月初维持在每桶64美元左右，创下近5年新低。为什么石油价格会如此低迷？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欧洲陷入衰退，美国增长放缓，石油需求疲软。而世界最大的石油组织 OPEC 加也决定逐步放松减产措施，从去年11月开始增加日产量 13.7 万桶。2025年石油继续增产，国际市场总体供大于求。身为石油主要产国的美国，在特朗普上台积极推行传统能源政策后，页岩油产量也居高不下。2025年日产量维持在1300万桶，在多方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国际油价想不跌都难。就在国际油价陷入低谷的时候，中国出手了。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5年前9个月，中国日均进口原油超过1100万桶，其中每天有100万到120万桶直接进入储备库。全年算下来，中国增加的战略和商业储备超过 3.5 亿桶。按照平均每桶70美元计算，这笔投入大约是24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750亿元。有朋友可能会觉得1750亿这么大一笔钱，为什么不投资科技和基建？这种想法本身就低估了石油的战略价值。石油存放在储油罐里，价值不会消失，反而会随着油价波动而增值。2022年俄乌冲突后，国际油价一度飙升至每桶120美元以上。
假设未来几年再次爆发地缘政治危机，油价重新突破$100，那么中国这批低价囤积的石油储备账面价值立刻就会增加30%到40%，这可是上千亿人民币的账面收益。中国这次囤油选择的时机堪称完美。2025年油价在每桶65到75美元之间波动，这个价格处于历史中位水平。从投资角度看，这叫逢低布局。中国囤油的资金来源是外汇储备的合理运用。截至2025年底，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约3.2万亿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投资于美国国债。但如今的美债收益率常年维持在 2% 到 3% 的低位，而且随着美国债务规模不断膨胀，美债的安全性越来越受质疑。与其把钱借给美国人去挥霍，不如拿来购买实实在在的战略资源。有西方媒体说，中国大规模进口石油扰乱了国际能源市场，可实际情况是，中国积极采购石油的做法，客观上稳定了全球油价。就连法国兴业银行大宗商品研究主管迈克尔·黑格也公开表示，如果中国真的停止购买石油，油价很快就会跌到每桶50美元出头。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每天吸纳超过1100万桶，这个体量足以影响全球供需平衡。国际能源署预测，2025年第4季度全球原油日均供应过剩370万桶，但由于中国持续增加储备，油价才没有出现断崖式下跌，国际石油市场才没有崩盘。如果国际石油继续暴跌，虽然短期看利好能源进口，但长期看会导致中国在中亚、中东的海外投资缩水，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本身也没好处。这笔经济账算到最后，你会发现中国不仅没有亏，而且赚大了。低价买入战略资源，稳定全球能源市场，为未来可能的危机提前准备，这才是中国真正的战略远见。但是如果仅仅把石油储备当成是一笔经济账，那么恐怕也太低估中国了。中国大规模扩充石油储备，表面上看是经济行为，实质上也确实是在做最坏的打算。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为了维护全球霸权，对中国的遏制打压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2025年三番五次的贸易战就足以证明美国的险恶用心。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必须做好应对各种极端情况的准备，而能源安全就是重中之重。台湾问题是中美博弈的核心焦点，也是最有可能引发激烈冲突的引爆点。美国智库多次推演台海战争，其中一个关键环节就是对中国实施能源封锁。兰德公司的报告明确指出，如果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国及其盟友极可能在马六甲海峡、龙目海峡等关键水道部署军舰拦截油轮，并且利用金融制裁手段禁止国际石油公司与中国交易。面对这样的威胁，中国岂能坐以待毙？唯一的办法就是提前做好准备，石油储备就是应对能源封锁的核心手段。拥有12亿桶储备，意味着即使海上运输通道完全中断，中国也能依靠储备和国内产量坚持相当长的时间。这段时间就是中国打破封锁、扭转局势的宝贵窗口。有人可能会问，12亿桶能撑多久？80到90天对中国来说真的够吗？首先，80到90天是按正常消耗水平计算的。如果启动战时管制，限制民用车辆用油，优先保障工业和军事需求，这个时间可以大幅延长。其次，中国的石油消耗不会完全归零，国内产量每天约400万桶，通过中俄管道、中缅管道等陆上通道，每天还能进口200万桶左右，加起来每天有600万桶供应，可以满足约 40% 的需求。此外，中国还有煤制油、页岩油等替代能源技术储备，虽然成本较高，但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快速启动。而且中国也绝对对美国的制裁无动于衷，如果美国及其盟友真的对中国实施能源封锁，全球经济将遭受毁灭性打击。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工业生产国，中国的工厂一旦因为石油停产，意味着全世界的供应链断裂，欧美日韩也将商品短缺，物价飞涨，通胀失控。正因如此，中国的石油储备不仅是防御性的，更是威慑性的。他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已经做好了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任何人想通过能源手段要挟中国都不会得逞。这种战略定力和战略准备本身就是对敌对势力的巨大威慑。当对方知道你有足够的储备，知道你能在极端情况下支撑足够长的时间，他们就不敢轻易动手。这就是备战止战，以战止战。
做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是中国一贯的战略思维，也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智慧结晶。干车臣、薅寡头、收拢权力、经济改革、强化国家资本主义，普京只用了12年就实现了当初的承诺。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说，这种强人政治正是他们渴望已久的安全感。俄罗斯的铁幕重新拉起，世界看他的目光里又多了几分忌惮。而2014年索契冬奥会就是普京向全世界的宣告，俄罗斯回来了。索契冬奥会总共花了500多亿美元，比最初的预算高了4倍，比此前历届冬奥会投入的总和还多。这笔巨款的绝大部分并没有花在比赛场馆上，而是用来把索契这个苏联时代的疗养地彻底改造成世界级度假胜地。85%的场馆和基础设施都是在复杂的山区里从零开始拔地而起。普京决心用这种不计成本的投入告诉世界，俄罗斯有意志，也有能力实现任何宏伟目标，钱和困难都不是事儿。然而，赛场上的呐喊声还没落幕，黑海边上的紧张局势已经一触即发。2014年2月22号，就在索契冬奥会闭幕式的前一天，乌克兰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在席卷全国的广场革命中被议会罢免，逃离基辅。5天后，没有佩戴任何标识的小绿人出现在克里米亚半岛，迅速控制了局面。奥运盛会和军事行动的无缝衔接，如果说只是巧合，恐怕没有人会相信。俄罗斯体育代表团在奖牌榜上位列第一，全国都沉浸在大国复兴的喜悦和激动中，普京的声望达到了顶峰。正是在这种自豪感爆棚、民族情绪高涨的气氛之下，普京出手克里米亚，得到了国内几乎一边倒的支持。大家的注意力很自然地从体育比赛的胜利转移到了地缘政治的胜利之上。可以这样说，这场花了500亿美元豪赌注的胜利，直接给了普京在军事和政治上继续大胆行动的底气。在成功重建国家并向世界展示了复兴的形象之后，普京的战略重心发生显著转变。从2014年开始，普京开始了一连串经过深思熟虑的冒险。他的目标很明确，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把那些他认为本该属于俄罗斯的地盘和影响力重新拿回来。而他的每一次出手都比上一次更狠，对世界格局的冲击也更强。2014年拿下克里米亚，是普京在国际舞台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重拳出击。事件的导火索是2014年初乌克兰的政治危机。当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被推翻后，莫斯科将其视为一场由西方在背后鼓动，旨在将乌克兰从俄罗斯势力范围中剥离出去的政变。对此，普京反应迅速，结果也出人意料。然而，这次事件最精彩的部分并非军事行动本身，而是普京的政治手腕和语言层面的包装。对于成功的政治家来说，可以愚昧，可以没有前瞻性，但不能没有好口才。像罗斯福、丘吉尔、撒切尔夫人都是这方面的翘楚。而现在，这个名单里要再加上普京的名字。2014年3月18号，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就克里米亚独立并加入俄罗斯的那场演讲，绝对是近些年最成功、最扭转乾坤的一次公开发言。他并没有用吞并或者占领这些尖锐的词汇，而是从头到尾都在讲克里米亚和俄罗斯千丝万缕的历史渊源，说这里是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故乡，是神圣的土地。让克里米亚的回归看起来顺理成章又充满正义感，同时还特别强调了全民公投的数据，强调人民意志才是国家决策的根本，把俄罗斯和克里米亚的结合说成是大多数人的真实选择。他还专门安抚各民族群体，承诺克里米亚会有3种平等的官方语言，尽量照顾到各方的感受。针对外界的质疑，普京也没有避而不谈，他反复用西方在科索沃问题上的先例来反击，质问为什么阿尔巴尼亚人可以独立，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就不行。这一招等于是用西方自己的逻辑堵住了他们自己的嘴。普京还强调，俄罗斯军队没有超出国际协议允许的人数，不存在什么所谓的军事侵略。整场演讲里，普京既展现了非常强硬的民族立场，也反复表示对乌克兰人民的尊重和对和平的期待，还呼吁欧洲，尤其是德国能理解俄罗斯的立场。事实证明，普京的目的达到了。这种攻守兼备的表达不仅唤起了国内的民族情感，也让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争取到了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克里米亚的回归让普京的国内支持率飙升至历史高点，也让他意识到，在现代地缘政治博弈中，强大的演讲能力几乎和军事力量一样重要。如果说克里米亚事件是一次高风险高回报的地缘政治突袭，那么2015年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利亚内战，则是一场更为精算的低成本高收益的权力游戏。在西方世界对中东局势犹豫不决、左顾右盼之际，普京抓住了这个战略窗口期，以最小的代价实现了俄罗斯在中东的强势回归。
俄罗斯出兵叙利亚的公开理由是应叙利亚合法政府的邀请，协助打击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事实如此，却也并非全部如此。欧洲是俄罗斯天然气最主要的出口市场，每年带来超过1000亿美元的外汇收入，是俄罗斯经济的支柱和维持其大国地位的基石。然而，随着美国页岩气革命的成功和全球能源格局的变化，俄罗斯在欧洲市场的垄断地位正面临来自中东，特别是卡塔尔和伊朗的潜在挑战。这两个国家都曾计划修建穿越叙利亚通往欧洲的天然气管道，这将直接冲击俄罗斯的核心利益。普京的算盘打得非常清楚，保住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就等于在地理上扼住了竞争对手通往欧洲的能源大动脉。从结果上来看，这场军事行动从战术和战略层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在俄罗斯空天军的强大火力支援下，一度岌岌可危的叙利亚政府军迅速扭转了战场颓势，稳住了阵脚，并收复大片失地。巴沙尔政权得以存续，俄罗斯不仅实现了核心战略目标，还搂草打兔子，升级了自己在地中海的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和赫梅米姆空军基地。胜利的代价也出奇的低。据俄媒报道，俄军在叙利亚的空袭行动每天耗资约250万美元，整个行动前6个月的总开销不到5亿美元，与西方国家动辄数万亿美元的战争开支相比，简直微不足道。更重要的是，俄罗斯用完胜逼得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不得不承认，想解决叙利亚问题，还真就少不了俄罗斯。这场武力介入叙利亚的反恐战争，不仅帮助俄罗斯提升了国际地位，也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普京由此收获了创纪录的 89.9% 的国内支持率。有了这么恐怖的支持率加持，普京似乎真的可以一直连任下去。在普京执政的25年里，分别于2008年、2014年和2020年主导了俄罗斯3次非常关键的宪法修正。2008年修宪是在梅德韦杰夫当总统，普京当总理的时候提出来的。表面上，修宪是为了让俄罗斯的政治体制更加稳定，把总统任期从4年延长到6年，议员任期从4年延长到5年。但实际上，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主要是为普京回归总统铺路。按照新规则，梅德韦杰夫任期不变，普京可以在2012年再次参选总统，一上来就可以干6年，而且还有连任的空间。到了2014年，普京第3任期内的这一次修宪就更有针对性了。他把最高仲裁法院和最高法院合并，同时把检察机关的地位提升，还把很多原来属于总检察长的人事任命权收回到自己手里。这一系列操作，一方面是为了司法统一和法治进步，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让总统能更直接、更牢固地掌控法律和权力体系。2020年的这次修宪就更有看头了。当时普京面临着2024年任期满了以后怎么办的大问题。这次修宪虽然再次强调了总统不得连任超过2届，但同时又给普京量身打造了个任期清零，意思就是之前的任期都不算了，2024年从头开始可以再选2届，理论上一直干到2036年。总体来看，这3次修宪表面上都有不同的说法，有的是为了体制稳定，有的是为了改革法治，有的是为了国家主权，但归根结底其实都围绕着一个目标，让普京始终是俄罗斯权力的核心和体制的真正掌控者。在清除了国内的政治障碍之后，普京终于掷出了他职业生涯中最大也是最具毁灭性的一击，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2022年2月21号和24号，普京发表了2次全国电视讲话。这2次讲话既是向世界宣告即将到来的军事行动，也是他执政22年以来积累的对西方秩序的不满、怨恨和挑战的抨击。现在给这场战争下结论似乎还为时过早，但残酷、持久和巨大的消耗确实将俄罗斯拖入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随着俄乌战争爆发，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发起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制裁，力度之大堪称金融海啸。他们的策略很简单，通过冻结俄罗斯央行的海外资产，把主要银行踢出 SWIFT 系统，禁止高科技和敏感商品出口，限制俄油出口和设定价格上限等手段，一举切断俄罗斯的经济命脉，让俄罗斯没钱打仗。面对这场经济闪击战，普京带领下的俄罗斯反应极快，果断将基准利率上调至 20%， 抓紧控制外汇流动，并且凡是买俄罗斯天然气的不友好国家将改为卢布结算。这2招让卢布在短时间内强势反弹，狠狠回击了西方的金融制裁。
另一方面，俄罗斯迅速转向东方，加大和中国、印度等国家的经贸联系，同时大力推行进口替代，补上西方企业撤离留下的缺口，还允许所谓的平行进口来绕过制裁。同时，大规模投资军工，用战争需求来拉动就业和消费，卓有成效的一套操作下来，俄罗斯经济不仅没有崩溃，反而在2023年出现了逆势增长，失业率创新低，普京的支持率也居高不下。不过，这种堡垒经济虽然在短期内顶住了压力，但背后其实隐藏着不少问题。经济结构单一，技术人才外流，创新和技术进步受限，消费和民生领域的压力也在积累。单纯靠战争和国家强推拉动的增长，能撑多久，真的很难说。很大概率这场战争还将继续僵持下去，最有可能的局面就是变成冻结冲突，不是真正的和平，而是双方在前线对峙，乌克兰收不回失地，俄罗斯也难以完全控制。而且谁也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出现黑天鹅事件，比如战场突然崩盘，国内爆发政治危机，甚至极端情况下动用核武器，也或者西方援乌政策因为美欧自身变化而突然大转弯。以上这些情况都有可能随时打乱现有的平衡。如今看来，普京的这大半生其实就是一部俄罗斯现代史的缩影。他生于二战之后百废待兴的苏联，靠着克格勃的特殊背景和务实作风，从苏联解体后的混乱局面中走出来，带领俄罗斯一步步恢复了国内秩序和民族自信。强硬、果敢、坚毅的政治形象在俄罗斯国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随着俄罗斯逐渐强大，普京的目光转向国际舞台，从克里米亚到叙利亚，再到后来更大的乌克兰冲突，他不断尝试让俄罗斯在世界上发出更大的声音。当然，这些选择也带来了不少挑战。未来俄罗斯会走向哪里，可能还需要时间来给出答案。到底该怎样评价普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毫无疑问，普京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无法回避的关键人物。无论未来如何，他和俄罗斯的故事也都还将继续向前。